最近这2天，军迷圈子里面传个一个让人意外的消息：巴西海军先前退役的唯一一艘航母圣保罗号，因为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原因，即将被巴西海军自己用鱼雷击沉。这件事情说起来也是有点曲折离奇的。这个巴西海军先前决定退役圣保罗号航母之前，给这艘代表巴西海军航母时代就此结束的功勋舰找了个下家，一家位于土耳其的拆船公司两边你掏钱我给船，一锤子买卖，合作愉快。但是土耳其官方很快介入，表示这艘跨国航母交易不合法。其实说到这儿，本虎就挺想吐槽你土耳其怎么总跟航母交易过不去上次被你卡住不给放的还是瓦良格吧，这次又轮到巴西了。这个土耳其官方给的说法说是圣保罗号上面有大量的有害物质，如果拖到土耳其拆解会影响土耳其的环境。四舍五入就是土耳其的拆船公司把有毒有害的垃圾当宝贝往回拖这个土耳其官方自然要出面叫停了。但问题也就恰恰出在这儿，土耳其拆船公司和巴西海军的交易已经完成，一锤子买卖做完，你想让巴西海军把航母再接回去自然不可能，因为该航母老化严重，有着进水沉没的风险，其他港口也不愿收留，生怕沉在自家海域被有毒物质污染。原本作为一国主力的航母就这么变成了老了不疼舅舅不爱没人要的破烂，在海上处于无人认领状态飘了小半年，直到现在这巴西政府看不下去了，毕竟归根结底这艘船还是属于巴西的，这要随波逐流沉在别人家的家门口，污染了别的国家的海域，那搞不好就会升级成外交风波，对巴西在国际上的形象这个影响也不好嘛。于是乎，巴西政府现在决定把船拖走，但是不拖回自家，而是拖到远离任何一个国家的远洋公海海域，然后由巴西海军出面发射鱼雷击沉这艘航母，使其沉没在海底，减小对环境的破坏看到这里，本虎还是有点感叹的，这个圣保罗号航母和中国海军还是有一些渊源的，最终落得这么一个人见人嫌还被击沉的凄凉下场，着实有人唏嘘早在我国海军的首艘航母辽宁服役之前，为了给即将开始的航母时代做准备，我国海军呢特意外派了一个海军舰长班奔赴到巴西，到当时还处于服役状态的圣保罗号航母上进行演习训练。这艘巴西海军的航母上，我军海军飞行员第一次实现了上舰飞行和起降作业，用超级军旗和天鹰这些老式舰载机提前了解了航母舰载机起降是怎么回事，为日后真正的中国航母探明了发展方向，奠定了经验基础。不过话说回来了，这批曾经被派到巴西学习的航母舰长班学员，这个回国之后并没有等到辽宁号的建成入役就已经先一步退役了。但不管怎么说，这批尖子学员从巴西航母上带回来的经验、知识、技巧，对于那时的我国海军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圣保罗号航母也对中国海军航母发展确实做出了一定贡献。其实关于圣保罗和中国的关系在军迷圈子里头曾经还有一个流传多年的江湖传说说圣保罗的前身是法国海军克莱蒙梭级航母2号舰。这艘航母卖给巴西之前，传闻法国方面一度想把这艘航母卖给中国，给出的方案呢也是非常诱人的。这个本身是不要钱的，免费白送，但是配套的适应性改装工程和舰载机要中国掏钱去买。且不说这个江湖传闻是不是真的，这个光听那就是已经非常熟悉了。隔壁印度就是这种买航母套路的真实受害者。好在江湖传说中，我国最终婉拒了法国的好意，眼看中国不愿接盘，这才退而求其次，将之处理给了同样想买航母的巴西。但从纸面性能上看圣保罗号航母不过是一艘上世纪60年代建成服役，迄今为止舰龄超过60年且满载排水量只有区3.2万吨的轻型航母，甚至还不如075两栖攻击舰来得大。所以不管怎么看，我国没有选择采购这艘航母都称得上是明智之举。和我国真正的首艘航母辽宁号，也就是瓦良格比起来人家那是真正苏联解体前的末日遗产，用料十足，吨位足够，所以彻底建成，但已有基本框架，只要翻修填满继续完成，就是一艘真正具备较高战力的大型舰队航母。更为重要的是，辽宁号本身是真正意义上首次建成崭新出厂的，在舰龄上要比法国那艘爷爷级的老破小航母强太多了。
如果当初我国选择了法国航母啊，那各位军迷今天可能就已经看到我国首艘航母退役的新闻了，哪还能见到辽宁号如今这番劈波斩浪和美国海军、日本海自斗他个有来有回的景象呢？啊，究其根本，圣保罗作为历史的一页即将被彻底翻过，这艘命途多舛的航母与中国海军之间的深远渊源也将被一起尘封入历史。